大家好，我是戴眼镜和口上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上周我做了一期1月新番《异度侵入》的视频，不到3天点赞就超过了10万，足见大家对这部新番的喜爱。最终话的上线，宣告着《异度侵入》第1季动画的正式完结，也将关于这部神作的讨论再度推向了高潮，甚至《异度侵入》的名字还一度出现在了微博热搜上，真正的火出了圈。我将结合我的感受和理解，将《异度侵入》后半段的剧情浓缩成一个视频。在神作面前，一家之言难免有所偏颇，所以我不会对这部动画做过多的解读。再次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原片，尤其是10到12集，保证入股不亏。也欢迎小伙伴们在弹幕和评论区里分享你对这部动画的见解。话不多说，言归正传。上回我们说到，小春大显身手成神探，阿秋剑走偏锋破奇案，解决了掘墓人的案件后，松叔带领怪物组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犯罪现场。这次的杀人魔外号叫单挑，人如其名，是个实打实的武斗派，热衷于和各类高手中路对线。前后死在他手里的受害者足足有6人，还有一个名叫飞鸟井的受害者，至今下落不明。单挑在自家豪宅的地下室开辟了一块场地，当做他和对手单挑的擂台。他的对手中不乏空手道大师和职业摔跤手，但他可不是和强者搏斗、以武正道的硬汉。看过上期解说的都知道，阿秋的女儿李昂也是单挑的受害者之一。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单挑居然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孩当做对手。当年阿秋知道女儿的死讯后，立马开车来到疑似单挑的嫌疑人家里。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是浑身上下每个部位都能化作杀人凶器的战斗狂人，一个是长期办案导致严重睡眠不足、腰膝酸软的刑警，他们打起来哪个更厉害呢？那当然是有枪的厉害。没错，阿秋为了赶在特战队到场前亲手杀掉单挑，一进门就把他给爆了头，根本没有给单挑半点机会。阿秋当时的杀意之强，到了3年后的今天，他的杀意粒子依然活跃在案发现场。同时，松叔也从擂台上提取到了单挑的杀意粒子，顺利构建出了阿秋和单挑的景。可他们早不查晚不查，为啥案子都隔了3年了，这才想起这档子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呢？那当然是为了抓住杀人魔之王约翰沃克。经过对洞哥、掘墓人和大波浪的调查，警方总结出了约翰沃克的作案规律。这些杀人魔彼此之间都有所关联，而且他们都受到了约翰沃克的监视。掘墓人面瘫哥是开动案的受害人，大波浪和掘墓人是共犯。警方推测，约翰沃克会从受害者中挑选有杀人魔潜质的好苗子，将受害者也培养成杀人犯，这样杀人犯就会像病毒一样传染下去，无穷无尽。这样的选拔模式让我想起了经典恐怖片《电锯惊魂》，片中灵魂主角数据就是从受害者中挑选学徒，经过训练后继承他的衣钵。单挑当年也是被约翰沃克监视的杀人魔之一，而阿秋既是其中一名受害者的父亲，后来也成为了连环杀人魔，完全符合警方的推断。所以在他来的井里，肯定也能找到约翰沃克的线索。上一集我们说过，人一旦进入到自己的潜意识，就会陷入昏迷或者癫狂，而相应的，神探一旦进入自己的井中，就有可能触发井的自我防护系统，引发大风暴。这个设定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谨记。所以阿贵决定让新任神探小春下到阿秋的井里，正好顺便试试他到底有几斤几两。阿秋的井和他的内心一样阴郁，等小春再次醒来，就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块空地中央，地面被均等的划分为若干标有数字的方块，看着有点像数独。路人们神色慌张，四处逃窜。乌云密布的天空中，不但有闪电穿透云层，精准命中标有数字的方格。站在方格里的人自然被劈成了焦炭。警外人员立刻开始着手分析，发现阿秋井里的人有358名，其中有一半已经死于落雷，他们都是阿秋的亲朋好友。阿秋本人和他老婆孩子也出现在了井里，只不过井里的阿秋已经被劈成了人形炭棒，妻女则在其中一块数字方格里瑟瑟发抖。另外，他们发现从小春进入井内开始，已经发生了7次落雷事件，第1次、第3次和第7次落雷对应的方格数字分别为538，暂时也看不出什么规律。警外的调查陷入僵局，只能等小春行动起来，提供新的线索。小春刚要展开行动，却发现自己和一具女尸靠在了一起。这具女尸就是我们的工具人小爱。小春也瞬间想起了自己的使命，他是一名神探，他的使命就是解开小爱死亡之谜。摆在面前的就是第一道谜题：为什么他会和小爱靠在一起？首先，小春肯定是在小爱死后被铐住的，不然他早就和小爱一样被劈死了。至于是谁把他俩铐在一起，那肯定是隔壁被劈成焦炭的阿秋。他之所以铐住小春，是为了限制他的行动，进而保住他的性命。因为阿秋知道雷不会2次落在同一个地方。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个小常识：自然界中的雷劈中一个地方的概率其实是随机的，所以只要一个人点儿过背，或者刚发了什么海枯石烂的誓言，再或者他其实就是雷神本神，完全是有可能被雷劈成好几次的。但井里的雷显然是假货，小春很快就发现了落雷的规律。首先，雷不会落在同一个地方，而且2次落雷之间相差9秒，也就是说，还有9秒左右活动的时间，只要在下次落雷前进入被劈过的格子里就行了。小春顺着格子前进，居然发现了一台网项女驾驶舱。警外人员见状大惊失色。要知道，网项女1年前才投入使用，舱也成立不到1年。可这明明是3年前的杀人事件，为啥会出现网项女操作台呢？这不科学啊！难不成这口井通过网项女和现在的阿秋连接在一起了，所以才能实时更新井里的场景？
井里的小春没有警外记忆，所以他看着这台机器一脸蒙圈。小春在机器背后看到了机器主人的名字飞鸟井。没错，就是单挑案件中失踪的女孩。她的井为啥会出现在阿秋的井里？眼看着小春即将进入井中井，阿贵赶紧命令工作人员将小春紧急抽出。没想到一群刑警突然破门而入，以教唆杀人罪将阿贵逮捕，也让他们解析了设置在大波浪家里的摄像头数据，顺藤摸瓜，居然一路查到了阿贵家里，还在他家的院子里发现了网项女开发者的遗体以及约翰沃克同款3件套。所有证据都证明阿贵就是约翰沃克。而就在井外乱成一团的时候，井里的小春已经进入了井中井。等他们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小春失去联络，紧急抽出装置失效，小春危在旦夕。尽管失去了阿贵的领导，但井外人员毕竟都是精英，立刻各就各位，展开了对小春的救援。这种井中井的设定让我想起了诺兰导演的经典悬疑科幻片《盗梦空间》。想想小李子的盗墓团队遭了多少罪，就知道要从外界将井中井里的人唤醒，无疑比登天还难。没想到小春没救出来，他们倒是找出了落雷的规律。前妻子落雷分别劈在5386717，这串数字是圆周率派的一部分。它在圆周率中第一次出现是在小脸后的10375位，再加上落雷每9.03秒一次。经过倒推之后，算出第一次落雷在93691442.25秒之前，也就是1084天之前。那天刚好是阿秋的女儿李昂被单挑杀死的日子，可见女儿的死对阿秋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但是这和营救小春有啥关系呢？坐在井外干瞪眼也无济于事。既然井中井上有飞鸟井的名字，井外人员就决定从飞鸟井入手调查。不查不知道，这飞鸟井就是个大写的毯子。他没上过小学，高中被学校劝退，被爹妈抛弃，最后住进了福利院，屡次自杀未遂，成了医院抢救室的 VIP 客户。好不容易出院了，还没过几天消停日子，就被单挑绑架打成重伤。虽然后来被阿秋和阿贵救出来了，但只在医院里躺了3个月。那家医院就突然发生了护士集体昏迷的灵异事件。飞鸟井也在那里实验后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他的资料还被舱内的某个大人物全部删除了。什么叫传奇？这就是传奇啊！小春生死未卜，阿秋又不能进入自己的井，现在能救小春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们智商高达150的栋哥。只见栋哥在阿秋的井里闲庭信步，如入无人之境，然后被雷劈死了20几次，距离操作台最近的一次也还是差了几十米。看来栋哥是指望不上了。好赖他们还有 Plan B。阿贵被捕后，松叔在阿贵家的卧室里找到了杀一粒子，构建出了阿贵的井。他的情况和阿秋很相像，所以他的井里很有可能也有一台网项女。神探就能通过这台网项女进入飞鸟井的井，从而救出被困在井中的小春。好一个曲线救国！可是要尝试这一方案，就得安排2个神探一起进去，一个负责进入井中井，另一个负责将队友手动输出。于是阿秋和栋哥就开始了他们第一次合作。一般的侦探小说中，一件案子很少同时出现2名侦探，如果有，那么其中一位所承担的任务就是犯错，他只能找到表层的真相，而另一位侦探则负责推翻前者的推理，再揭示真正的真相。类似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雷兹垂德和福尔摩斯，毛利小五郎和柯南，毛利小五郎和他的前妻英里，毛利小五郎和少年。在他们看来，栋哥毫无疑问就是毛利小五郎，也不求他有什么建树，当个按按钮的工具人就行了。栋哥和阿秋同时被投入井中，栋哥先醒来，井外却没有收到任何和井相关的信息。直到阿秋醒来后，他们才得以目睹井的全貌。这是个很重要的伏笔，大家掏出小本本记一下。井外人员看到阿贵的井都惊呆了，没想到是阿贵还是费翔的粉丝。井里是一片热情的沙漠，栋哥和阿秋的脚下躺着一具女尸，显然就是我们的工具人小爱。栋哥和阿秋也想起了自己的使命，是啥我就不说了，懂的自然懂。阿秋立刻开始了推理。首先，小爱的死因一目了然，是在沙漠中脱水导致器官衰竭。另外，她的裙子上有破损的痕迹，不知道是不是在沙漠中跋涉被风沙磨破了。除此之外，阿秋还发现她、小爱和栋哥的手腕上都有条形晒痕，也许他们之前都戴着手表，但是手表被人偷了。沙地上已经延伸向影视的脚印，再次佐证阿秋的推理。也许抓到偷表贼，就能查明小爱的死因。为了避免流失水分，阿秋和栋哥尿湿外套顶在头上，看来平时没少看贝爷的《荒野求生》。就这样，2个骚气蓬勃的男人携手向着沙漠深处进发。他们在一处流沙坑里找到了一具男尸，应该就是偷表贼了。但这男尸已经高度腐烂，根本认不出他是谁。更关键的是，他们还真的在阿贵的井里找到了一台网项女，操作台上果然也有飞鸟井的名字。阿秋自告奋勇坐上操作台，栋哥则在外面守着。10分钟后，阿秋手动抽出。与此同时，阿贵从审讯官口中得知，阿秋和栋哥已经进入了他的井，突然神色大变，要求立即将2人抽出，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被陷害了，他根本就不是约翰沃克，他家里也不可能捡到杀一粒子，这一切都是个圈套。然而木已成舟，阿秋已经进入了井中井，和小春一样无法被强行抽出。阿秋再次醒来，发现自己居然回到了3年前的家里，并且完全恢复了井外的记忆。现在的他是井外的杀人犯阿秋，而不是井内的神探阿秋。他第一眼看到的也不是小爱冰冷的尸体，而是活生生的老婆和女儿梁。看来井中井和网项女知道的井规则不同。眼看着和栋哥约定的10分钟就要到了，阿秋紧紧抱住了老婆孩子，他要用最后一点时间去记住这种感觉。
然而10分钟过去了，阿秋还好端端的待在家里，没有被强制抽出，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井外的栋哥被晒死了？阿秋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又混了几天，发现他还是没有被抽出，再加上井中井里的情况和现实世界几乎一模一样，4舍5入就相当于阿秋穿越回了2016年10月。此时单挑还没对阿秋的宝贝女儿下手，一切都还来得及挽救。凭借从未来获得的大量情报，阿秋带着阿贵一起来到单挑的家里。如果说阿秋此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一是没保护好亲人，二就是让单挑死得太容易了。他主动提出按照单挑的规则和他碰一碰。我寻思着，这下总该有一场拳拳到肉的战斗了吧。いや、男らしくやるんじゃないんですか。お前のやり方って言っただろ。1対1でやってるじゃねえか。好吧，时代变了，阿秋艰难取胜，阿贵也在地下擂台救出了奄奄一息的飞鸟井。可飞鸟井救了阿贵后，非但没有获救后的喜悦，反而苦苦哀求阿贵杀掉自己，这又是为啥呢？而且按照现实中单挑的杀人顺序，飞鸟井应该排在阿秋的女儿梁后面，为啥在现代就出现在单挑家里？难不成为了让故事进行下去，井中井修改了时间线？别急，接下来这些疑问，偏偏将为你们一一解开。阿秋虽然打败了单挑，案件也被判定为正当防卫，但他自己也身受重伤，和同样伤痕累累的飞鸟井成了病友。可是当阿秋见到飞鸟井的时候，顿时蒙圈了。飞鸟井居然长得和工具人小爱一毛一样。紧接着他又突然看到单挑出现在眼前，吓得满头大汗。这会儿他看见了单挑其实是飞鸟井的记忆。飞鸟井称自己是个超能力者，不光能传送记忆，还能制造幻想，入侵别人的梦境。这不就是个低配版的 X 教授吗？有头发的那种。还能他们多来2句，一个壮汉突然闯进病房，就要袭击飞鸟井。好在阿秋及时出手，将他打翻在地。阿秋一眼就认出了壮汉的身份。自从约翰沃克出现后，连环杀人魔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眼前这位壮汉就是其中一位，外号叫波脸人。波脸人也蒙圈了，大喊着：“今晚不是轮到我了吗？”下一个瞬间居然凭空消失了。原来阿秋还在昏迷当中，他现在依然在飞鸟井的梦里，也就是说，他现在掉进了井中井，官方讨伐罪之命。阿秋再次醒来，看着病床边的老婆孩子，还有好基友阿贵，默默松了口气。他立刻去找飞鸟井的病房确认，刚刚他真的进入了飞鸟井的梦，而飞鸟井本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约翰沃克就是第一个进入飞鸟井梦境的人，而且还呼朋唤友，带着一群杀人魔来飞鸟井的梦里开 party。按照周一到周日轮班制，每晚都会有不同的杀人魔进入飞鸟井的梦境，将他虐杀致死。只要他还没咽气，梦就不会醒来。而单挑之所以会在现实中绑架飞鸟井，是因为在梦境中殴打飞鸟井并不会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而单挑享受的是拳拳到肉的快感。阿秋对飞鸟井的超能力束手无策，但他有别的办法缓解飞鸟井的痛苦。既然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造成问题的人。来自未来的阿秋对这几个杀人魔可谓了如指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边陪伴家人，一边亲自去杀人魔家里登门拜访，用最擅长的化疗技术，活活闹死了一个又一个杀人魔。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阿秋甚至开始怀疑，到底哪边是现实，哪边是梦境？会不会他脑子里所谓现实世界的记忆都是飞鸟井植入进去的，而现在的井中井才是真正的现实？屠杀杀人魔的做法终归是治标不治本。飞鸟井的身体日渐衰弱，因为他的能力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还能预知有可能发生的未来，甚至有一天他会完全失去自我，和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扭曲世界的规则。只有杀掉飞鸟井，才能让他从日复一日的噩梦中解脱，不然他和整个世界都得玩完。从此阿秋就再也没有去医院看望过飞鸟井。一方面他无法承担杀死飞鸟井的重任，另一方面飞鸟井就像是连接现实世界的钥匙，阿秋害怕见到他，害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但是井中井里的剧本早已写好，不会因为阿秋的逃避而改变。飞鸟井所在医院的护士全体昏迷，现场没有使用药物的痕迹，飞鸟井也下落不明。阿秋立刻想到了一个人，除了他和阿贵之外，还有一个神秘的研究员，经常出入飞鸟井的病房。这个研究员不是别人，赫然就是网巷女的开发者。飞鸟井和网巷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他会不会和飞鸟井的失踪有关？然而井中井没有给他探寻真相的时间，阿秋平静的生活也来到了尾声。他突然想起自己遗漏了一个人，那就是栋哥。正所谓除恶务尽，只要杀了栋哥，7个连环杀人魔就要被斩草除根了。然而就在栋哥家门口，阿秋遇见了一个人，一个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这个人将他从美梦中无情的抽离了出来，被迫面对残酷的现实。这个人就是小春。两个本不该相遇的人相遇了，井无法承受这样的矛盾，即将解体，井中井的世界也开始崩溃。阿秋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1年多的时间里并非一无所获，甚至有了重大突破。他想用最后一点时间和小春联手找出约翰沃克的真面目。阿秋刚想掏出小本本给小春仔细讲解，却突然被一股巨力抛向天空。我们之前提到过，井中井的规则和网巷女的井并不一样，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时间。阿秋在井中井里生活了1年多，而井那边才刚刚过去了10分钟。就在刚才，栋哥按下了抽出按钮，将阿秋从井中井强行扯了出来。阿秋只好在临走前将破案的希望留给了小春。阿秋回到了沙漠，关于井中井的记忆却都被消除了。阿秋无意中瞥见了栋哥手腕上的晒痕，又联想起小爱裙子上破损的痕迹，立刻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们手上的晒痕根本不是戴手表留下的，而是从小爱裙子上扯下来的布条。原本这些布条将他们和小爱绑在
在一起，阿秋和栋哥同时进入井内。栋哥先一步醒来，趁着阿秋意识模糊的这段时间，抢先把布条解开了。这些布条其实是在暗示他们不要离开小爱的身边，千万别去碰那台网项女操作台。当然，将小春和小爱铐住的手铐也是同样的用意。栋哥见瞒不住了，索性向阿秋摊牌。也许是因为头上开了个洞的缘故，栋哥的记忆压根就没有被清除。他现在根本不是神探，而是开动杀人魔栋哥。阿秋进入井中井的10分钟里，栋哥也没闲着。他不知道为啥在操作台上刻满了数字，还从流沙男士的口袋里找到了一样东西，正是阿秋和家人的合影。没错，根本没有什么偷票贼，这具男尸就是阿秋井里被雷劈死的阿秋本人。所以这里也根本不是阿贵的井，而是阿秋那口井3年后的后续。为了避免混淆，下面我们就分别称这2口井为落雷井和沙暴井吧。咱们都知道，落雷井是3年前阿秋杀单挑时留下的沙叶粒子中提取的，而这个沙暴井则是最近在阿贵家的沙叶粒子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说，沙暴井就是落雷井3年后的状态。但为啥阿贵家里会有阿秋的沙叶粒子呢？咱们接着看。所以阿秋现在是进入了自己的井里。还记得开头我们说过的主要设定吗？和家人的合影唤醒了阿秋的自我意识，井的自我防护系统立刻做出反应，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沙暴中居然浮现出了约翰沃克的身影，原来这一切都是约翰沃克布下的局，为了就是把阿秋和栋哥关在井里，逼迫盛怒之下的阿秋亲手杀死栋哥，蜕变为真正的杀人魔。至于为什么杀了栋哥，阿秋就能完成蜕变，咱们暂且按下不表。而栋哥也不知道为啥不逃不避，引颈就戮，好像死亡对他而言是一种恩赐。你们肯定想不到栋哥为啥一心求死，请大家深呼吸，放下手边的零食，听我公布答案。栋哥之所以求死，是因为他是个强迫症，还不是一般的强迫症，而是非常特别的数字强迫症。他只要看到数字，就忍不住想去数，数还不算，他还喜欢把数字都记下来，搞得整个人满脑子都是数字，疯疯癫癫。为了从痛苦中解脱，他用电钻在自己脑袋上开了个洞，病情有所好转。而化身神探形态后，栋哥头上的洞被系统补上了，数数的老毛病又回来了，这点就说理去。再加上阿秋的井地面上全都是数字，一旦风沙散去，栋哥怕是当场就要崩溃。长痛不如短痛，还不如早点阿秋杀了完事儿。大家可能不明白，为什么编剧要强行给栋哥贴上了强迫症的属性。其实这里是在致敬1998年的科幻惊悚片《死亡密码派》。男主角是个天才数学家，他坚信万事万物都能用数学解释。可随着他研究的不断深入，他渐渐迷失在数字当中，分不清虚拟和现实。最后他选择用电钻给脑袋开了个洞，从此他再也看不见数字了，连100以内的4则运算都费劲。但他也获得了久违的平静。看上这一切的阿秋非但没有杀死栋哥，还选择和他继续合作，因为他们发现就在他们闲聊的时候，操作台居然不翼而飞了。与此同时，井外人员发现落雷井里的操作台连带着驾驶员小春也消失了。再加上沙暴井中风暴愈演愈烈，这些现象意味着阿秋的2口井都在不断更新，最终2口井会合二为一。落雷井里的操作台以及驾驶员小春会出现在阿秋和栋哥所在的沙暴井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当初为了救出小春，栋哥曾经进过落雷井，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患有数字强迫症的栋哥本能的记住了他见过的所有数字。而沙暴井是落雷井的后续，地面数字不会有任何变化，所以栋哥四舍五入就是一台人形 GPS。两人立刻展开行动，顺利找到了操作台应该会出现的位置，化身无情的人形挖掘机，把操作台连带着小春都挖了出来。与此同时，井中井里的小春也在利用最后的时间展开对约翰沃克的大搜查。他根据阿秋留下的线索，发掘出杀人魔之间的共性。他们中有的爱剥皮，有的喜欢拔舌，都有自己独特的杀人倾向。那么约翰沃克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倾向。阿秋注意到，约翰沃克知道的杀人魔一共有7个，每件连环杀人案的受害者也恰好是7个。难道这就叫冥冥之中自有其意？来，大家刷一波777777。经过进一步排序，小春发现这7个杀人魔居然是轮班制犯案，从周一到周日轮着来，简直跟打卡上班一样。看来约翰沃克会按照每周的时间轮流激发杀人魔的杀意，而这个段逻辑和飞鸟井的梦境里一模一样。如今井中井里的杀人魔大部分都被阿秋干掉了，好在栋哥命大逃过一劫，他反而成了破案的最后希望。小春凭借记忆找到了栋哥的庇护所，果然在当初绑架小春的废旧餐馆里找到了栋哥。栋哥对数字极为敏感，连约翰沃克出现的日期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约翰沃克第一次给他托梦是在3年前的8月15日下午3点，但是小春通过内部渠道查阅档案，发现当时舱内工作人员都在执勤，而约翰沃克要给人托梦，自己也在进入睡眠状态。栋哥灵机一动，说万一这人是个海外党有时差呢？小春顺着这条线，果然查到当时在海外出外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舱机构的负责人局长白头书。与此同时，松鼠再次来到阿贵家里，发现沙耶粒子出自一幅相框，相框夹层里藏着一张阿秋和家人的合影，这下一切都说得通了。白头叔趁阿秋下井的时候去牢房里偷了合影，将合影放在阿贵卧室里嫁祸阿贵，目的就是将阿秋困在自己的井里，逼他蜕变为杀人魔。小陈成功的破解了约翰沃克的真实身份，栋哥和阿秋也从沙坑里挖出了落雷井里的操作台，顺利救出了小春。栋哥则根据地面数字的指示，带领2人来到了小爱身边。按照网项女的规则，他们已经破解了小爱死亡之谜，所以回到小爱身边，应该就能找到回去的办法。没想到小爱正是风暴的风眼，他所处的地方视域非常清晰。阿秋、栋哥和小春重新回到了井外人员的视野中，紧急抽出功能恢复，3位神探终于重返现实世界，而井外人员也立即展开行动，申请对白头书的逮捕令。
可白头叔又怎么可能坐以待毙？他切断了网巷女的主电源，打开网巷女夫妻的盒子，向我们揭示了网巷女的真面目。想必大家都已经猜到了，网巷女的核心根本不是什么精密仪器，而是失踪已久的飞鸟警。这个设定倒让我想起了阿汤哥主演的经典科幻片《少数派报告》，片中有一台能够预知犯罪的机器，其核心就是3名超能力者。飞鸟警表示，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开始自由活动。所到之处，闲杂人等悉数陷入昏迷，他们都被随机传送到各种各样的井里，情况和几年前的护士集体昏迷事件一模一样。而一旦在井中死亡，他们在现实世界中也会成为植物人。舱内一时大乱，而白头叔的趁乱摸到了网巷女操作室，出现在阿秋3人面前。他显然明白反派随花多的道理，先一枪放倒了威胁性最大的阿秋，再和大家解释来龙去脉。他作为一名久经考验的老警察，自然有他自己的正义观。白头叔自问也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歹徒，甚至他这辈子一个人都没有杀过。白头叔将飞鸟警放出来，是要把整个舱都化作巨型网巷女，这样就能产生更大的效果。我们知道，约翰沃克执着于7这个数字，他制造了7个杀人魔，每个杀人魔又杀了7个受害者。他原本打算将阿秋培养成杀死7个杀人魔的魔中之魔，没想到掘墓人被小春捡了人头，就算加上栋哥，阿秋满打满算也只能杀6个。而白头叔打算把自己当做第7个被阿秋杀死的杀人魔，阿秋将在杀死白头叔的同时完成脱变，简直太有仪式感了。有没有让你想起布拉德·皮特和凯文·史派西主演的悬疑犯罪片《七宗罪》？而他之所以嫁祸阿贵，是因为他动了惜才之心，想让阿贵当自己的接班人。这一波操作变相让阿贵离开舱的范围，等整个舱都变成了网巷女，阿贵自然会回来接班。总而言之，一切为了更伟大的未来。至于白头叔自己，则会功成身退，作为神探永远回来井里。说罢，他坐上网巷女的操作台，饮弹自尽了。阿秋和小春也跟着追进井里，剩下的栋哥蒙圈了。这一共就3台操作台，你们都进去了，我咋办？好在没过多久，他就在飞鸟警的超能力作用下陷入了昏迷。局长的井里阴森恐怖，地面和墙壁上布满了人脸面具，所以我们就管这叫人面井。白头叔曾多次进入飞鸟警的大脑，现在几乎能和他共享潜意识，所以这口井与其说是白头叔的井，不如说是飞鸟警的井。其中每一张人脸其实都是一个井中井，他们的主人大部分是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剩下的都是小春这样有杀人犯潜质的苗子。可以说这口井就是堆满杀人犯档案的图书馆，而白头叔则是图书馆的馆长。如果说网巷女是个完整的系统，那现在白头叔就相当于一个病毒。照理来说，小爱应该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小爱试图用局长的井中井让他觉醒自我意识，引发自我防护系统，从而将他困死在风暴里。然而白头叔的肉身已经凉透了，所以即使他和潜意识直接接触，他的井也不会更新，更别提什么风暴了。阿秋和小春化身神探，一路尾随局长，没想到被局长摆了一道。他故意将阿秋和小春引到了小春的井里，企图将小春困在自己的井中井里。而为了避免再次入套，阿秋必须先去自己的井里找回自我，再和小春会合，追击局长。眼看着小春就要摔死在自己的井里，好在栋哥及时出现，救下了小春。两人通过小爱回到了人面井，但是现在的栋哥只是被飞鸟井拉进来的普通人，以他现在的能力只能拖后腿。于是两人决定再次分道扬镳，可没想到意外就此发生。舱机构整栋大楼都被卷入井里，大波浪自然不会例外。小春杀了他的专属舔狗面瘫哥，他因此怀恨在心，当然不会错过报仇的好机会。大波浪一厢情愿地认为俩人互相杀了对方的男人，算是扯平了，心满意足地进入面瘫哥的井里。本以为这下俩人就能双宿双飞，但他不知道面瘫哥的井里住着一只怪物。栋哥的死点燃了小春的斗志，阿秋也找回了自我意识，最终决战一触即发。找回自我意识的阿秋恢复了最强状态，跟随白头叔的脚步进入了一口极其诡异的井。井里只有一只泡在羊水里的世纪巨婴。尽管白头叔没有说明这口井的由来，但阿秋表面上和白头叔展开激情化疗，其实是在用羊弓分散白头叔的注意力。小春趁机一举将他重创，可没想到白头叔居然公然开挂，他之前猎人和猎物的身份顿时反转，轮到春秋组合逃跑了。他们一路将白头叔引到了栋哥的井里，白头叔胜券在握，年轻人就是火气重，有啥事不能坐下来慢慢唠呢？说着他就找了把看着像椅子的东西坐下了。看到白头叔坐下，小春突然松了口气。白头叔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走进了阿秋和小春为他准备的陷阱。大家还记得东哥井里的规则吗？事物斯文武烈才是常态。只见小春从怀里掏出个大宝贝，正是网巷女的操作按钮，而白头叔坐的那把椅子其实就是网巷女操作台的一部分。白头叔被强行吸入了井中井后，小春随即销毁了操作台开关，这下白头叔就会永远被困在井中井里。阿秋在井中井里回到了杀死单挑之前，小春则回到了杀死面瘫哥之前，说明凡是进入井中井的人都会回到他最初的杀人时刻。而白头叔一辈子遵纪守法，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杀人，就发生在刚才，他杀了他自己。
今天上演决战，境外的人也没有放弃希望，幕后黑手水落石出，阿贵自然也恢复了自由身。他和硕果仅存的外务组长松鼠组成临时搭档，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飞鸟井放回网校女的箱子里。然而现在汤组织大楼已经被飞鸟井的能力包裹，他们贸然闯入，结果只能是送人头。俩人一合计，决定去网校女的源头碰碰运气。果然在飞鸟井住了半年的医院里，找到了当年给他做实验用的头罩。严格来说，这个头罩就是网校女的原型机。阿贵顶着原型机强行冲进仓组织总部大楼。然而经过这几年的成长，飞鸟井的超能力不可同日而语。随着阿贵的逐步深入，即使带着原型机，他的意识也在崩溃的边缘来回试探，只能靠肾上腺素和心脏电击来强行续命。一路连滚带爬，总算是见到了飞鸟井。没错，飞鸟井的暴走让整栋大楼里的人陷入昏迷，不知道有多少人再也醒不过来了。但他又做错了什么呢？可放任他继续暴走下去，别说是仓了，整个地球恐怕都得玩完。再度进入网校女，仓内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苏醒，阿修和小春也被第一时间抽出，可惜栋哥却再也没能醒来。约翰沃克的案子就此落下帷幕，白鹿叔的死被操作成了神经衰弱而引发的自杀，网校女的真相再次被掩盖，这就是仓的运作机制。发生在仓里的事，终将在仓里迎来结局，而只要还有杀人案，仓就会一直存在。阿修和小春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而异度侵入却要在这里告一段落。如果要在1月新番中选一部我个人最喜欢的动画，我一定会选这部《异度侵入》。无论是新颖的设定、丰满的人物、曲折的剧情、经过充分打磨而显得意味深长的台词，还是声优的出色表现，无疑都是同类动画中的佼佼者。前期采用独特的多人 POV 主视角叙事，通过实习生小春、前刑警卸任杀人魔阿秋以及阿秋的好基友阿贵这三者的视角，从不同的角度、庞大的世界观和新奇而大胆的设定，慢慢展现在我们面前。到了第10集，更是一个分水岭。金叔的3段哭腔，配合适时插入的回杀，但凡是看过那一段的，都得好一句编剧杀疯了。可以说，这是一部前期惊喜，中期让我们看到了神作潜质，后期平稳落地的难得佳作。没错，它的结局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惊艳，虽然 BOSS 战打得非常不像样，这一点我能够接受，毕竟《异度侵入》并不是一部王道战斗番。可飞鸟井的问题，别说没有完美解决了，压根就没解决，白死了一堆人。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第12集我磕的动城 CP 刚发糖，结果东哥下一集就领了便当。我建议去便利家检测一下沙溢粒子，严重怀疑他对观众怀有杀意。甚至有部分伏笔一直没有收回，比如单挑的真实身份。在动画中，阿秋认为是单挑的波吉猛男，自始至终也没有承认自己就是单挑。再加上单挑的井一直没有展开，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一直期待着翻转的时刻到来。结果没有翻转，单挑的井也没了下文。我只能通过猜测，将单挑和最后突然出现的巨婴联系起来，还有约翰沃克的真身。一共10代集的动画，第12集最终 BOSS 就以一种非常草率的形式暴露了。我之前猜过阿秋是人格分裂，猜过约翰沃克并不是实体，可万万没想到结局真就这么俗套。但是转念一想，异度侵入不一直就是这个调调吗？它看似是一部硬核推理向作品，但井中神探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破案，因为问题的关键点从来不在井中的案件，而是它能带给我们的信息量。所以异度侵入的结局在意料之外，却也是情理之中，因为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案件的结局，而是这部作品带给我们的信息。它告诉我们，人不会生而非黑即白，绝大多数人都行走在灰色地带。它告诉我们，故事未必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现实都是有所缺憾的。它告诉我们，家人有多重要，每一次拥抱都该更用力一点。它告诉我们，信念和理想看似虚无缥缈，却能产生举足轻重的力量。总而言之，《异度侵入》是今年开年以来给我带来最大惊喜的动画，也期待它的剧场版能够早日到来。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